在被孤立12年后，叙利亚7号终于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大家庭。外界普遍认为，这是继沙特与伊朗握手言和之后，中东和解进程的又一里程碑事件。不过，中东的和解浪潮却让美国心急如焚。美媒透露，美国计划在中东兜售铁路网计划。那么，美国的盘算究竟是什么？继续在中东行美式手段，真能挽回其在该地区日趋式微的影响力吗？来看分析。 اتخذت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قرارا باستئناف مشاركة وفد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عربية السورية في اجتماعات مجلس جامعة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وجميع المنظمات والأجهزة التابعة لها اعتبارا من اليوم 7 مايو 2023。欧盟秘书长盖特表示，恢复叙利亚在欧盟的成员国资格，并不代表各成员国必须恢复同叙利亚的外交关系。是否复交，取决于各国自身的意愿。解决叙利亚问题依然任重道远，但这是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。 对于欧盟重新接纳叙利亚，国际社会普遍表示欢迎。埃及金字塔报称，叙利亚回归阿拉伯大家庭，标志着中东进一步涌动和解潮。阿拉伯新闻网称，中东国家之间的和解正在取得进展。这些国家之间的和解不仅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，还可以促进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和发展。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，这有利于阿拉伯国家形成政治合力，提升国际影响力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8号表示，叙利亚恢复参与阿盟是减少外国力量对地区问题干涉的基础。随着叙利亚重返阿盟，那么使整个的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迈出了新的一步。那么在经济上将会带动更多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投资叙利亚，解决叙利亚当前面临的经济的困难。 同时也能带动整个中东地区的经济互联互通。那么从安全上可以促进叙利亚、也门、利比亚等战乱的阿拉伯国家实现民族和解。 此前，沙伊两国在中国斡旋下握手言和，两国和解无疑为叙利亚与阿盟国家关系缓和创造了契机。中方在叙利亚问题上也做了大量具体的促和工作。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上个月访问叙利亚，中方同时还派专门工作组赴阿拉伯国家沟通各方诉求。埃及外交委员会执行主任伊扎特说：“中国的作用尤其关键。” 而最根本的原因是，饱受战乱之苦的中东人民对于和平发展的深层次渴望。中国正是从中东地区国家的发展诉求出发，提出了中国主张，提出和平和安全的一系列倡议，包括叙利亚问题解决的4点主张和中东实现安全的5点倡议。同时呢，我们知道中国提出这个全球安全倡议，都促进了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统一。 那么和美国和西方提出来的所谓联盟政治，以及中东国家提出教派政治不同，中国呢主张以发展促和平，以合作促安全，体现出中国的新安全观理念在中东地区已经生根发芽。 但中东的和解浪潮让美国如芒在背。当地时间8号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对媒体表示，美国不认为叙利亚当局此时的表现配得上重新加入阿盟。美国仍不会推进与叙利亚关系的正常化，也不希望美国的盟友这么做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7号则赶赴沙特，与沙特的王储萨勒曼会面，并与印度和阿联酋的国家安全顾问举行会谈。外媒称，沙利文此行是为了对冲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。近年来，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合作不断深化。中国在中东地区大量援建港口，并资助工业园区，与沙特等国的贸易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。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在提升，包括组织联合反恐培训、强化网络和数字安全等。CNN 说，中国在中东地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，已经引起了华盛顿的高度警觉。特别是随着伊朗加入上合组织，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 申请成为上合组织的观察员或者是对话伙伴国，在这个背景下，美国想通过多边的制度来拉住美国的盟友，来阻止中东和解潮。当旧有的美国剧本已无法继续在中东地区演下去的时候，华盛顿急忙将去年 I2U2 集团会议上提出的中东铁路网计划重新包装，并派沙利文亲自前往中东地区兜售。 I2U2 是以色列、印度、阿联酋和美国的英文首字母命名的基础建设集团，成立于2021年，是美国拜登政府积极推动的项目。消息人士称，该计划希望通过铁路网络连接黎凡特和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，并将通过海湾港口连接印度。
美媒称，中东是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重要节点，所以白宫将这个项目看成是在该地区的关键举措。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分析指出，美国强行用大国政治议程绑架经济合作，本身就违背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，很难取得成效。美国的全球战略是3大块啊，欧洲主要是利用北约，印太呢主要是利用这个美日印澳4国机制啊。但是它中间缺了一环，那就是中东。所以美国组建美国、印度、以色列、阿联酋的4方机制。同时呢，今年呢，美国又提出美国、印度、沙特和阿联酋的基础设施建设联盟啊，其实就要对冲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啊。但是我们知道呢，美国的用意是把印太、中东和欧洲连为一体啊，实现了联动。但是我们知道，“一带一路”也好，基础设施建设也好，都是一种市场化的经济行为。美国把它进行安全化、政治化之后，其实是想以政治推动市场发展。其实呢，我认为是很难推动的啊。毕竟基础设施还有铁路网、公路网的建设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，应当由市场去决定，而不是由大国去主导。